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万物有灵，花花草草也有情感，几千年来这都是浪漫故事的开头。但是1970年代有一个大佬试图用实验来证实这个传说，他叫做克里夫·巴斯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专家。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故事回到1966年2月2日这天，巴斯特正在纽约经营着一家商业测谎公司，忙到凌晨，好不容易歇下来，突然一个神奇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出现了。巴斯特看着眼前的2盆牛舌兰，决定给植物测谎。他想看看植物是否会说谎。结果叶片上读出来的电信号曲线很不稳定，这和人类感到轻微恐惧时的波形很像。这盆牛舌兰在害怕什么呢？通常出现这种波形的时候，他会本能地向对方展开心理战，给对方施加压力。于是他端来一杯滚烫的咖啡，把叶子泡到咖啡里面，没有任何变化。他又拿了一支笔，敲了敲叶片，曲线还是那个样子，就像在说你这个实验真的很无聊。巴斯特笑了，这是典型的心理防御曲线，那自己可能得给他上点酷刑了，比如烧掉他的一片叶子。就在这个时候，曲线突然一抖，顶点突破了稿纸。巴斯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曲线，这是对象感到巨大恐惧时候的曲线。通常这个曲线会在你威胁用刑或者真正拿出刑具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测谎对象的身上，但现在他还没有拿出火柴，没有说话，也没有碰到叶片，只是脑子里想了一下叶子燃烧的画面，曲线就出现了巨大恐惧。难道植物会读心吗？巴斯特大叫一声，脑子里嗡嗡的响。助手汉森赶了过来，巴斯特讲了一遍实验经过，然后助手和他一起继续实验。他们找来火柴，点燃，烧叶子，再将火柴灭掉，扔掉，送回去放好。整个过程曲线也一直在显示出和人类一样的恐惧，直到他们把火柴放了回去，告诉植物别再撒谎的时候，曲线才重新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汉森也是大脑一片空白，难道植物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情绪与生物电？继续实验，汉森又找来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什么莴苣、洋葱、橘子、香蕉，还有乳酸菌和鸡蛋，结果都出现了各种古怪的曲线，其中鸡蛋的表现最奇怪。这天巴斯特正在准备早餐，他磕碎了一个鸡蛋，突然身后的测谎仪电笔头弹了一下，他转头一看，连接着测谎仪的那棵植物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恐惧。巴斯特又去买来了好几箱鸡蛋，这些都是未受精的鸡蛋。他把测谎仪的电极插到了蛋壳里面，然后他将鸡蛋一个一个的扔到热水里面，每一次都会让那个连在测谎仪上的鸡蛋经历一次巨大的恐惧。他把鸡蛋的曲线拿给一个学生看，学生说这个人的心脏跳动得很快，他可能已经崩溃了，本能的在拒绝测谎。那天夜里，他家里的宠物猫突然大叫一声，巴斯特被惊醒了。测谎仪的电笔声很响，他看了一眼曲线，那个鸡蛋刚刚竟然也被吓了一跳。也许是震动干扰了电笔吧，想着想着，巴斯特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立刻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他要排除一切外部震动和干扰。如果植物还能感到恐惧，那所有的实验才有意义，否则一定是外部干扰造成的电笔抖动，自己下一步得着手改进测谎仪的电笔了。然后巴斯特找人做了3台机器，机器可以随机将海虾投到沸水里面，同时记录下来扔下去的时间。再然后他找来了3棵植物，连上测谎仪，放到3个房间，再将3台投海虾的机器也放到这3个房间，锁起来，不准任何人靠近。到了第2天，他把实验结果拿出来，数据上竟然显示，每当海虾被投下去6-7秒之后，植物也会有强烈的反应。到了1968年，巴斯特把这些实验写成论文发表了出来，媒体一看来了兴趣，开始疯狂的报道，学界一看彻底怒了，开始围攻巴斯特。康奈尔大学的霍博士说，我用4个房间、4棵植物、4台煮虾机来重复你的实验，你不介意吧？巴斯特说请便。霍博士又说，我重复5煮，3煮煮虾，2煮煮海水，你也不介意吧？巴斯特说赶紧。然后霍博士把实验数据往桌子上一拍，说你看5组实验中煮海水和煮海虾得到的数据一模一样，难道植物也会因为海水被杀死而感到恐惧？海水也有生命？你这不是扯淡吗？
各路大佬也开始纷纷指责巴斯特，比如耶鲁大学的亚瑟博士，初中课本里那个植物向光性就是他研究出来的。他的研究方向其实和巴斯特有点类似，那就是研究植物如何对外界的变化产生反应。但1979年，他的实验室团队重复了巴斯特的实验，没有任何结果。他把结论发表出来，还说巴斯特的实验不需要再讨论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植物没有神经系统，没法传递感知。哈佛大学的奥托博士也重复了实验，也没有结果。他也说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巴斯特是个学术骗子。你可能会说我有偏见，是的，我们就是有偏见。但是就像现在的网红一样，巴斯特好像被越骂越火。他还被耶鲁大学请去，专门演示他这个新发现。他把一颗常青藤的叶子连上了测谎仪，这样一位幸运观众上台，手里握住一只蜘蛛。一段时间过去了，测谎仪并没有什么变化，台下开始议论纷纷。看来巴斯特真的是一个骗子啊！声音越来越大，但巴斯特胸有成竹的样子，告诉幸运观众差不多够了，你可以松开手放出蜘蛛了。结果就在蜘蛛逃跑的那一瞬间，测谎仪突然抖动了一下，整个过程就像魔术一样。现场的一位心理学学生说，不得不承认巴斯特是一个玩弄心理的高手，刚刚那场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巴斯特还经常被电视台请去上电视表演，所有的人都被他糊弄得一愣一愣的，节目大获成功。但除了巴斯特自己，别的科学家都无法重复出这个实验。到了1990年代，巴斯特的热度还没有降温。有一次，《太阳报》采访他，他又提到了自己和另外一位 NASA 宇航员做的实验。他说，宇航员奥利博士在1988年的时候，将自己的口腔上皮细胞抠下来，放在实验室里培养。然后，奥利博士飞到了480公里外的凤凰城去出差。出差前呢，奥利博士和巴斯特对准了时间。然后，奥利博士那边时刻记录着自己的心情，而巴斯特这边时刻用测谎仪记录着细胞的反应。比如 A 时间段，奥利博士在机场高速上下错了出口，白白绕了好几公里，烦躁。B 时间段，博士在排队安检的时候差点没赶上飞机，焦急。C 时间段，博士飞了回来，他的小儿子没有准时出现在机场去接他，失望，等等等等。最后将这些情绪记录的时间与巴斯特在实验室里发现细胞波动的时间对比，竟然一一对应。细胞和人脑隔着480公里，它们怎么会同步反应呢？它们之间如何交流信号呢？无法解释。但这和量子纠缠的观测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当时量子纠缠的概念在大众心目中特别火热，这个新故事又让巴斯特火了一把。巴斯特是个天生的催眠大师，16岁读大学预科的时候，他就跟室友说，你把眼睛闭上，我要开始催眠你了。室友很配合的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巴斯特说，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室友一脸懵，这就完了？巴斯特说，是啊，你刚刚已经下楼找宿管约了个那啥。室友不信，跑下楼去找宿管。宿管一看到室友就一顿臭骂。正是因为这种超能力，巴斯特23岁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看中，招入麾下。当时 CIA 的审讯手法五花八门，有巴斯特这种催眠大师，还有会配置各种蘑菇汤的麻醉师，还有善于察言观色的真相巫师，也有看起来傻乎乎的心理战大师。但是巴斯特仅仅工作了2年，25岁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总司令的秘书简直是人间尤物，巴斯特就把他给催眠了，秘书一点都没有察觉。但最要命的是，秘书被催眠的时候给了巴斯特一份总司令的绝密档案。第二天，巴斯特拿着档案交给总司令，还说一个选择是你现在立刻通知特警逮捕我，还有一个选择是你认真听我解释。司令官选择了听眼前这个年轻人解释，然后把他调离了催眠岗位，安排他组建了 CIA 的测谎部门。在测谎部门的时候，巴斯特改进了测谎仪，又成了一个心理战的大师，善于设计圈套，识破谎言，攻破对方的心理防线。后来 CIA 专门为他组建了测谎学校，教警察和特工使用测谎仪，也教他们心理战的技巧。这个学校至今都还在营业，业务非常的好。测谎仪的原理就是读取生物电，巴斯特的方法就是教警察一套模式化的审讯流程，然后再把审讯结果与生物电的信息匹配，这样就知道对象有没有在撒谎。直到现在，所有的测谎仪原理和测谎教材都还是巴斯特的这一套方法论。
到了2000年，有历史学家站出来解密巴斯特的故事，他叫做麦克斯·奥森，是研究商业史的学者。他说，巴斯特的故事更应该是一个商业史的营销传奇，而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别忘了，巴斯特是 CIA 的实战心理专家，而这些 CIA 的心理战术后来都被用到了商业广告和营销策划上。巴斯特当时经营着商业测谎公司，到了1970年代，来自军方和政府的订单越来越少，但公司要继续发展就得有宣传，而最高效的宣传方法在巴斯特看来当然是利用心理战术对公众展开营销战。于是他将一个心理魔术变成了科学实验，故意激起大众和媒体的兴趣，也故意激怒那些科学家，制造舆论，最终受益的是他的商业测谎公司。大家是否满意这个新颖的解释呢？也许巴斯特真的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广告人。到了2018年，巴斯特的实验又在阿联酋被宜家公司变成了一场社会公关。店员在店里摆了2株相同的植物，一株被挂上标签被赞美的，另一株被挂上标签被诅咒的。然后连续30天，咒骂组不断地播放提前录好的咒骂音频，赞美组播放赞美音频。在门店里，顾客们也会根据挂牌对2棵植物产生明显不同的情绪。结果30天以后，2棵植物的区别肉眼可见。宜家说这是他们为了反霸凌而做的一次社会宣传，但也有很多人说宜家明显是故意忘了给咒骂组浇水。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儿，有一次我钻进一个草莓种植园，大棚里播放着欢快的轻音乐。我问老板，听说过和牛听音乐会长得比较好吃，草莓也是这样吗？老板答，同行们都这么干。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巴斯特的实验不是一个营销骗局，不是心理魔术，那假如植物真的也有意识，也能听懂音乐，感受到情绪，甚至能拥有比人类意识更高级的读心术，那意识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了？赫拉利在《人类简史》系列作品的第3部当中介绍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时间回到1964年，巴斯特还有2年才会在他的实验室里突发奇想，给植物测谎。但这个时候，在德国弗莱堡大学，2个神经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到底有没有意识。他们的实验室里有10几个座位，整齐地排着，像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一样。座位的顶上有一个像淋浴头一样的装置，被连接到实验对象的头皮上。实验对象坐在这些座位里面，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弯动你的手指，可以随意的弯动，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隔几秒就动一下，也可以坐在里面一次也不动，全凭心情，或者说全凭你的自由意识。结果他们得出来这样一个曲线，在手指活动1秒以前，脑电波就开始逐渐的增强，在手指活动前几十上百毫秒，脑波突然减弱。当时他们无法解释这个曲线，就把这一段增强的脑波叫做准备电位。但20年以后，1983年，美国的一位生理学家本杰明给出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结论：这段未知的脑波代表着你的意识决定动手前的300毫秒，大脑就已经向手指发出了指令，然后你决定动手指，200毫秒以后手指动了。你和大脑不是同时同步的，大脑比你要先知道你想干什么。听起来太骚扰了，但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无论是神经学家、生理学家还是哲学家，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这个现象。故事回到巴斯特当年被群攻的时候，他说西方科学可能过度的夸大了大脑在意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植物没有神经，没有大脑，它就一定不可能存在意识。但是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就像我现在问你，你昨天早上吃了什么？这会儿你的脑子里一定会出现一个声音重复的问题：我昨天早上吃了什么来着？这个复读机的声音，为什么你就确定那一定是你的意识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他和你一样是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广告人啊。